前几天去潮汕牛肉店吃到的牛肉水饺，很多朋友想要看教程的，真的强烈推荐朋友们试做一下哦。首先，我们先制作葱姜花椒水，准备生姜跟小葱，我们给它切断，然后再准备一点这种红色的花椒，然后我们倒入热水，给它浸泡10分钟。之前看评论有朋友疑惑，像这种牛肉买回来到底要不要清洗，会不会影响口感？我个人建议还是要清洗一下。就是你在路边的那种摊啊，就是有灰尘啊，还有一些蚊虫啊，就沾到了就不卫生嘛。而且今天我们很早就去了，所以这块吊龙真的超级好的，肥瘦相间。我们稍微清洗哈，不用洗得很干净，这样稍微把它这些冲一冲，好，停。接下来我们就给它切成小块哈，等一下比较好打。像一般出去吃那种潮汕火锅，也很喜欢吃这一块部分，感觉非常的嫩。直接给它打成肉末，尽量就是打成这种比较细腻一点的。然后以后我们倒入一个大盆里。第二次打我好像打得更细腻。加入2小勺盐，适量的白胡椒粉，然后五香粉多一点哈，有十香香的话也可以用10香香，松鲜鲜来一点。再来一点味极鲜酱油，少许老抽上色，最后来一点蚝油。这个葱姜花椒水已经泡出味道了，看一下颜色都变了。我们少量的加哈，先朝一个方向给它搅，看一下啊，被这个牛肉完全吸收了。接着我们再继续加，内馅的话就是一定要吸饱水，等一下吃起来它才会爆汁，比较好吃。这个花椒千万不要放下去了，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一下子咬到花椒会有点难受。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黏了，朋友们，还有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哈，不用全部倒完，还剩下一些，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就有一点那种咚咚的感觉。香菜跟芹菜的话，一定要提前洗干净，然后晾干水分，不然的话它等一下很容易出水的哈。直接切末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吃到里面有包香菜跟芹菜的这种馅料，感觉很惊艳。接下来我们就倒入芝麻香油，然后给它拌一拌。调味的时候就是不要加香油，把香油加到这个香菜跟芹菜里，它可以防止这个颜色变黑，然后也可以锁住水分，就不容易出水。接下来我们就倒到牛肉馅里面，给它充分搅匀。但凡你不是很排斥这种香菜的话，你肯定会喜欢这一个馅料的，超级香。这些是7块钱的馄饨皮，然后尽量买这种比较大张的、比较厚实的，这样包的馅儿比较多。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一筷子，就给它放到中间，稍微铺一铺。它那个店里面呢是馅儿很多的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在这个中间区域沾点水，我们给它对折一下。再给它翻过来，然后这个区域我们沾一点水，然后我们这一边就给它对折，防止露馅了。再过来弯过去，用这个中指辅助一下，然后按压紧实，这样我们一个元宝就做好了。底部我们撒一点淀粉防粘，就这样放着就好。其实我也有点忐忑，就是三姐弟不敢吃这个馅，但是想着小居民都敢吃，应该也没错。哎。姐姐好像有吃啊，对，妹妹吃过。然后把这些包好的先给它放到冰箱冷冻起来，就改天就是早上的时候就可以吃。我听到三姐弟的声音了，赶上我老公去接他们。嗨，妈妈，你也怎么听到我声音的？我在电梯，我就听到你们出电梯啦。宝贝儿，没了，宝贝儿，没办法包了，妈妈已经包完了。这里面又包了37克，再加冰箱的38个，75个，然后总共我们包了75个，还剩下一点点肉馅，就是相差不了多少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煮了，加入清水给它先烧开，烧开以后我们就下入水饺。我们今天晚上打算把这37个全部都给它吃掉，分2锅煮吧。在煮的时候我们来调汁儿哈，加1小勺盐，适量的松茸鲜，这个是买牛肉丸送的那一个蒜头酥，再来少许芝麻香油，
再来点香菜跟芹菜，接着就把这个汤给它淋在上面，激发香味。这个水饺就是浮起来过后再煮个4、5分钟啊，不要煮太久时间，不然皮会软掉。先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是我们第1碗调的那个酱，然后我们再增加一点酱油，来一点香醋，最重要就是这个香而不辣的成都红油，给它加个1大勺。切佳姐姐准备吃饭了，宝贝儿。朋友们，要是你们更喜欢哪一碗？一个清汤，一个红油。爸爸，我要这个。等一下加一点点，来。哇，酸辣酸辣，好好喝啊！我以为他干嘛呢？是什么？好好吃啊，酸汤酸汤。那我凉。我不能说一模一样，但是就是一模一样。哎呀，里面会爆汁的，这个香汁真的太好吃了，这里面的内馅，看到没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比店里面的还好吃。真的吗？因为这个酸汤你调的配的太好了。太好了哈，酸度适中是吧？妈妈，你尝一尝这个酸汤。我就是吃酸汤。超级好吃，等一下你拿一些回去，然后煮给俊宁吃，绝对让他欲罢不能。对呀，俊宁不会吃辣呀。他不吃辣，没关系。他可以直接煮干的，然后蘸酱之类的。弟弟真的每次吃面食都是最厉害的，还要吗？我也要。好的。啊，不吃啊？再吃一个。最后一个哈。哥哥还要吗？不要了哈。下次我们要做饺子，就按这个标准来做。好嘞，没问题。